这条狗狗发疯似的不断对着父女俩吼叫，看着汽车行驶，它也在奔跑在后面。汽车行驶很快，它始终用尽力气狂追在后。汽车越来越快，狗狗甚至4腿不及4轮快，聪明的它果断抄起小路追赶。不一会，汽车在途中发现刹车失灵了，司机不断踩刹车均无任何反应，汽车左右摇摆，他们撞向围栏，汽车一路向下滑落。幸好汽车在竹林中停了下来，此时父亲的腿被死死压住，他用力撞击玻璃，可不但没有效果，还引起汽车再一次滚落。在这一波两折中，父亲还是死死把女儿抱在怀中保护着。这时的狗狗还在疯狂向汽车方向跑。突然下起倾盆大雨，汽车再次翻滚。经过狗狗奋力狂跑，终于来到汽车前。狗狗用力挖土，女孩连忙跟狗狗说：“别让我走，我会自己长大人。”狗狗似乎听懂，一般吼叫几声后，加快速度向村中跑。它来到家门口，对着家人不断的吼叫。弟弟看到狗狗双腿沾满鲜血，断定肯定出事了，连忙通知全村百姓。就这样，他们拿着手电筒，冒着大雨出发了。他们来到汽车前，立即展开施救。幸运的是，小女孩终于在医院醒来了。她叫小珍，自幼母亲离世。到了暑假时，父亲由于工作原因把她带回奶奶农村家，第一次在农村生活，小珍毫无适应。父亲和奶奶吃饭，她就吃零食。突然，邻居家小帆拿着一碗蚕蛹过来，她见到陌生人，害羞地跑开了。到了第二天，父亲为了工作了离开了。醒来的小珍大哭着爸爸，奶奶马上过来，谁料小珍喊着不用你管。到了吃饭时间，小珍照常拿着零食吃。这时邻居小帆过来拿盘子，奶奶示意小帆带着小珍一起去玩。在城里生活习惯的小珍怕晒不去玩，她拿着平板撑着雨伞到处寻找信号。她看到很多小朋友一起玩耍，在小帆带领下，一群小孩子抓鱼，一起玩泡泡。到了天黑，她瓶子装满了鱼。到了吃饭时间，如常吃着零食。天亮时，奶奶给小珍盖被子，发现了她吃的零食包装。看到奶奶帮她洗了鞋子，小珍大哭着：“你以后不许动我的东西！”“对不起。”“你是个坏奶奶，你喜欢我的鞋。”终于在这天，他们的矛盾再次严重。奶奶拿着平板与儿子视频，突然没有信号，奶奶轻轻拍了2下，平板不慎掉落。小珍闻声跑来：“你干什么？你都给我弄坏了！你是个坏奶奶，你弄坏我的鞋，又摔坏我的 iPad。你对不起。你走开，我不要你管。”这下子剩下奶奶自责站在原地，直到第二天小帆带着蚕蛹过来，心情才有好转。到了晚上，他们一起去树林捉蚕。突然天空不作美，行雷闪电下大雨，他们分开迅速回家。小珍回到家大喊着奶奶，却得不到回应。一个打雷把吓得小珍蹲在地上。此时奶奶冒雨回来了，小珍见到奶奶马上飞扑到怀中。电灯亮起，小珍开始埋怨奶奶：“你干什么了？家里就我一个人，你不知道我怕打雷吗？你以后不许离开房子，不许离开我。”“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“别碰我！”奶奶仿佛如做错事的孩子，捡着地上的零食。第二天亮，小珍醒来发现奶奶还躺在床上，她好奇听听呼吸，再摸摸额头，发现很烫。小珍马上拿着毛巾敷在奶奶额头，再把自己的被子盖在奶奶身上，发现没开水，马上用大铁锅烧水，再拿到奶奶床前。幸运的是，小帆过来玩得知奶奶病了，立即叫自己母亲过来。小帆母亲发现高烧不退，马上叫儿子找医生，岂料村里大夫去出诊不在，村长立即出去寻找。此时小珍坐在门口，非常自责：“都怪我不好，我听奶奶的菜不好吃，她就去给我买零食，回来的路上淋了雨，我还冲她吼，她问我。”好朋友知道他奶奶生病，毫不吝啬拿出刚摘的青瓜。在路上，一群羊看上小珍的青瓜，团团围住。小珍不知所措，救星来了。小帆的狗狗吼叫下跑了他们。时间紧迫，
村民马上去邻村把医生背回来。幸好奶奶只是昨天淋雨发烧，并没什么大碍。第二天，小帆为小女孩母亲做了个简易的棚子。经过奶奶为自己买零食生病后，小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也在桌上吃饭了。这天，小帆带着小珍一起上山摘桃子，突然听到狗叫声，原来狗狗掉到深坑了。小帆下去安抚狗狗，小珍则是飞跑向村中。不一会功夫，大人们来了。回到家中，天空打了一个雷，小珍快速来到，发现小帆搭建的棚子倒了。小珍失落，抱着奶奶大哭。为了安抚小珍，奶奶早早的去了镇上修好了平板，并打印母亲的照片出来。这天，小帆的父亲从外面打工回来了，孩子们兴奋地往他们家跑。小珍看在眼中，别提多么羡慕，甚至产生爸爸是不是不要自己的想法。但没几天，小帆他父亲又要去打工了，无奈地把小帆锁在家里，拿着行囊出发了。在农村和奶奶生活这段时间中，小珍早爱上了这里。早晨，她把奶奶叫到床边：“奶奶，你以后要寄信给我哟。这个是代表你病了，如果你不舒服，就寄这封信。这个是代表我想你了。如果你想我，就寄这封信，我会尽快回来看你的。奶奶，你不会写字，信封我都写好了。”果真，到了晚上，小珍的父亲回来了，因为这也是到了将开学的日子。父亲看到小珍在帮奶奶洗鞋子，孩子们都拿着蚕蛹和小金鱼送给小珍。饭后，小珍马上离开了。小珍对奶奶的无理取闹道了歉：“奶奶对不起。”奶奶生活在农村里是多么的孤单，让我们有时间多回去看看。树欲静风不止，子欲养亲不待。